你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天道。我操！这他妈是我书里那个被我虐了整整300章的疯批女魔尊吗？我为了凑字数赚全新，把这女魔头强行降职写死了，好给男主让路。大姐，你认错人了，我是个菩萨写手，我叫陆晨舟。闭嘴！我问你，我堂堂魔道至尊统御九州，为什么会为了一个连阵法都不懂的蠢货去捣万箭穿心？你管这叫大结局？警告！检测制造物主与书中角色谢无望命格发生时空纠缠，已强行绑定。角色生命值正在流失，若角色消散，宿主将在现实世界同步脑死亡。我操！感受到你那微弱的生机在流逝了吗？我若死，你也活不成。我改，我马上改剧本。这是小说里男主叶凌霄遗养的幽冥魔狼，这玩意儿怎么无视物理法则跑进现实世界了？3更半夜的搞什么鬼？你设定的怪物来了，狗作者，我只剩最后一口魔气，3分钟内写不出救我的扉页，我们就在这里一起被它吞噬。冷静，陆晨舟，冷静。2分钟50秒。2分钟。别催了！番外，玄武秘辛。300年前，谢无望入北海，于幽冥渊底寻得上古玄武一缕真灵，以己身魔气为引，将玄武甲炼入第3魂之中。此甲不出则已，一出便可挡天劫3道。世人皆不知，连他最亲近的剑士也不知，今日凌云顶上，他为何要让叶凌霄一剑穿心？因他要借着一剑之力，激活沉睡的玄武甲，金蝉脱壳，借假死困住真正的幕后人。原来如此。算你识相。咱们现在算是一伙的了？同生共死的那种一伙。你最好祈祷你的脑子能跟得上接下来的麻烦。狗作者死全家，女魔头都死了还能复活？你当读者是傻子？烂尾差评1星，强行几百恶心谁呢？退订，要主角一起。提示：读者愿力是维系角色现实存在的唯一能量，怨念值持续上升，宿主与角色将共同消散。愿力，读者怨念能要我们命，那读者的爱是不是就能救我们的命？别死！咬咬牙，我这就让他们闭嘴。你最好快点。读者骂的是什么？骂我强行洗白，骂逻辑不通，骂女魔头不该复活。那我就让女魔头复活这件事变得理所当然，变得让人心疼，变得让他们觉得自己之前骂错了。加更前传彩蛋，我打算掀一张更大的牌。番外，九州龙脉。天启年间，谢无望在凌云顶上之所以收剑，并非心慈手软，他在叶凌霄的丹田处看见了一条蜿蜒游走的金色细线，九州龙脉。九州大地，万千生灵皆系于此脉之上。叶凌霄不是天命之子，他是龙脉的风翼毛，杀他则毛断，毛断则九州陆沉，10亿生灵化为齑粉。他不是降智，他是放下了300年的仇恨，去赌一个万民荒路，一手烧手，背负万年骂名。是我对不起谢无望，这本书的真正主角从来就不是叶凌霄。我操！不去，都怪女魔头了，她那一双手是为了九州1万受伤。我谢谢你，谢无万是我嫂子，而且你早说呀，我都骗我自己吞回去。你的笔比你的剑有用。我就这一根笔了，命都双在他身上。
我也是这一刻才彻底想明白，读者的爱与恨，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的灵力。怨念能杀我们，愿力能救我们。我们俩的命，攥在屏幕外那几十万个读者手里。以后这就是我的剑。蝼蚁作者，是谁允许你给那逆贼加戏的？这声音，这语气，是叶凌霄，我笔下那个龙傲天男主亲自找上门来了。叶凌霄，你以为你写出来的就轮得着你修改？可笑，你不过是个借我成名、靠我赚钱的下贱凡人。天命之子，躲在后台不敢现身，也配叫天命？无妨，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你这只蝼蚁了。这他妈是什么神仙操作？飞叶九州龙脉已被天道权限强势删除，读者愿力供给中断。他在动用天道际遇，现实的法则正在被你那本小说的设定同化。蝼蚁跪着求我，或许我能给你留一条命。鬼你妈！陆沉舟，他玩天命是吧？那我们就断了他的天命。你敢不敢把他道心中魔的真相给我抖出来？道心重魔，那是我藏在叶凌霄人设最底下从来没有写出来的最大的一块黑料。他妈的，写！今天就让全网读者看看，他们捧上天的龙傲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某宝没了，没事，老子还有 Word。后台被锁了，没事，老子还有某号、某博、某吧、某户、某版，老子有80个小号。世人皆传，叶凌霄屠灭凌云宗，是因为凌云宗私通魔道，残害生灵。世人皆颂他为除魔卫道之第一人。可真相是，凌云宗藏有上古至宝9窍玲珑魔心，叶凌霄要的从来不是除魔，是炼魔。他要把这颗魔心炼入自己的丹田，以此走捷径，跨越3大境界。那一夜，凌云宗300余口，从襁褓婴儿到耄耋老者，被他一件一件亲手斩尽，鲜血染红了3000里溪水。而他事后把这桩血债栽到了正在闭关的谢无望头上，从此魔尊屠宗之名遍传天下。他自己却以追凶英雄的姿态名扬九州。他不是除魔卫道，他自己就是这九州最大的魔。我一边码字，一边把脑子里所有曾经为了爽点而不敢写的细节一条一条的全甩出来。叶凌霄如何伪造证据，如何买经史官，如何把凌云宗大长老的女儿灭口，如何在事后假惺惺的给凌云宗立碑，每一条都带着时间、地点、人物，跟检察院起诉书似的密不透风。谢谢。别谢，我也是被他逼急了。等等，那段原文不是有提到他丹田黑气一散吗？我去当时还以为是中毒，现在串起来了。第87章，他对长老说魔心已稳，当时还以为是装逼台词，所有伏笔都对上了。叶凌霄，你这个伪君子！叶凌霄道心重魔，在我发布的第7分钟挂上我热搜第1。谢无号是被冤枉的，跟着讲到第3，这9天玄帝是不是反派文？第7，
读者阅历暴增，阅历等级海啸级。角色谢无望生命值恢复至78%，宿主与角色命格稳定度上升。狗作者，你这一支笔还挺锋利。这把剑，这张脸，我太他妈熟悉了！第一女配，叶凌霄的青梅竹马，万强读者的白月光，琉璃仙子，辱没帝尊青玉者，当诛！低头！我的椅子，那是我分期付款买的，还有12期没还完。别动我电脑！还没好，他身上那些伤是我亲手在第80章里写下去的，愿力只能续命，治不了根。他现在硬抗一个元婴期，跟一个还在化疗的病人去打 UFE 没区别。陆晨舟，躲到桌子底下。我说躲到桌子底下。我承认我怂，但我更知道，我要是被一剑捅穿，谢无望连复活的愿力来源都没了。真的在拼命护我。一个我亲手写出来、亲手写惨、亲手写死的女反派，正在用她最后那点灵力给我这个狗作者当肉盾。九天剑诀第7式，万剑朝宗。这招我写过，这是琉璃仙子的杀招。原著里他用这招砍过一个化神期老怪。不行，我笔下的女反派不能死第2次，尤其不能死在我面前。琉璃，你的剑诀有破绽！破绽，我马上就给你写出来。键盘哒哒哒响起来的瞬间，我感觉到一股很奇怪的东西顺着指尖往上爬，不烫也不冷，就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电流从剑帽里钻进我的指肚，顺着手腕、手臂、肩膀一路爬到我后脑勺。整个世界在我眼里卡了一下，我看见漫天剑影还悬在空中，但那些剑的轨迹、角度、灵力流向全部以一种半透明的数据来悬浮在我视野里。我看见了。我看见琉璃仙子的剑诀，每一个字节拍，每一处力量传导的路径。我看见她体内灵力的循环图，像一张活的人体经络图。这就是执笔者。人物补设：琉璃仙子。20年前，琉璃仙子年方16，自是天纵之才，曾投入凌云宗藏阁，提前修习了本不该由他这个境界接触的9天剑诀最后2式。因贪功冒进，根基不稳，他的第3经脉自此落下岸上，常人不察。唯有动用万剑朝宗这等浩灵巨招时，第3经脉才会出现0.3秒的逆流。这0.3秒是他从未对叶凌霄说过的秘密，也是他全身唯一的死穴。人物档案已更新。怎么会？我的第3经脉怎么会？谢无望是什么人？他是被我亲手写出来的，300年算计，300年一任魔尊。他对杀机的嗅觉比鲨鱼对血腥味还灵。他不会问为什么，他只会问打哪儿。这一剑没有花哨，没有名号，就一个字：快。不敢写，为什么帝尊他？我刚才是真的写死了一个元婴期，不是写死，是写崩。你身上有执笔者的天赋。啥？这个世界的作者千万，但能让笔下文字在现实里言出法随的万中无一。恭喜你，狗作者。好胆，好一个执笔者。
既然你不让我用书里的力量收拾你，那就让我用现实里的资本把你彻底封杀。完了，叶凌霄要动真格的了。叶凌霄那句话还在我脑子里嗡嗡响，我裤兜里的手机就响了。但凡这老哥主动给我打电话，必出大事。王哥，陆晨舟，我跟你说件事，你别激动。9天玄地，全平台下架，你的账号永久封禁，所有未结算稿费冻结。王哥，您别开玩笑，我叔是白金铺杯合同，下架是要赔违约金的。违约金平台吃下了，上头的意思不让你再写了。为什么？陆晨舟，你最近发的那些番外，是谁让你写的？我总不能说是我笔下的女魔头拿剑顶着我脑门让我写的吧？老陆，听哥一句，回家睡2天，别上网，这事不是我能管的，是更上面的意思。哪个更上面？愿力源头被切断了。妈的，叶凌霄这一手比剑还毒，他不杀我，也不杀谢无望，他直接把我们的补给线给掐了。一个写手没有平台，就跟一个士兵没有子弹一样，再有本事也是个废物。城主，我想办法。陆晨舟，我活了300年，这一次可能真……闭嘴！你的剧本归我写，我说还没完，就还没完。主号封了，小号1封了，小号2封了，某波禁言，某号下架，某西账号异常，某8 IP 被封，连我那个发了5年生活照粉丝只有42个纯纯的废号也被封了。操！就在这时，不是1辆车，是7、8辆，紧接着是车门砰砰砰的一连串关上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很多双脚的脚步声，沉重而整齐的往我们这栋楼里冲。他们的眼睛，我从5楼都能看出来，是金色的，每一个人的瞳孔里都倒映着一缕淡淡的金色光纹，那是叶凌霄的气运。凡人之躯被天命之力强行操动，他们现在的不是人，是傀儡。多少？我数不太清，至少40个。砸了他的电脑，拔了他的网线，这小子敢跟帝尊作对，给我打死他！我一个130斤的写手对40个被气运洗脑的男汉，谢无望虚弱的连茶几都撑不住。砸了他！别动！跪下！我的造物主也是你们这些蝼蚁配动的。这一刻，我说不出我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我陆晨舟活了26年，从小被亲戚说是个废物，被前女友甩了3次，被甲方爸爸骂过祖宗，被主编扣稿费，外卖小哥差评过。我从来没被谁这么护过，更何况护我的还是我自己亲手写残、亲手写惨、亲手写死过的女反派谢无望。老子这辈子绝不让你再消散一次。那一招幽冥威压是他拿命换的，他已经撑到极限了。叶清霄的物理外援是被打退了，可账号还是封的，平台还是封死的。愿力没了，谢无望迟早还是会散。我必须把愿力的通道找回来。这玩意儿是我刚毕业那年用的，里头存着一些早就该联系又一直没好意思联系的人。这名字眼熟吧？这就是我在9天玄地第23章里被我亲手写成贪婪自负，被叶凌霄一招吓得跪地求饶的那个废柴黑客配角。但在现实里，阿 K 是我大学室友，是我们林氏里唯一一个毕业3年就能进国家级红队，现在自己在家接单的真极客。我说狗作者，你失踪3年了，今天还知道我活着呢？
我跟阿 K 仨字概括我俩的关系：同寝同桌，同被前任甩。大学4年，我们俩睡的是上下铺，他下我上，我半夜码字，他半夜敲代码，我熬夜被女朋友分手，他熬夜被女朋友分手。我们俩唯一不同的是，他比我有出息，大3就拿了全国信息安全大赛冠军，毕业被一家不让说名字的单位捞走。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掐头去尾给他讲了一遍，讲到一半我自己都觉得离谱。笔下女魔头活了，男主跨界打压，40个被洗脑的黑衣人跪了一地。我说完，电话那头沉默了，沉默了很久。我心想，完了，这哥们儿要把我电话拉黑了。陆晨舟，你写的那个废物黑客配角叫什么名字来着？阿 K， 巧了，我刚才打开你那本《九天玄地》第23章，发现那个配角今天早上开始背景设定里多了一行，哪一行？其原型为现实中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级部队成员。老陆，你他妈是不是凌晨给我加戏了？我没加这一行，但我突然反应过来，我之前为了让谢无望复活，疯狂打过一版补丁飞叶，在那一版里，我顺手把所有配角都打了补丁，给他们写了未觉醒前的真实身份。阿 K 是被我补丁觉醒的第一个配角。K 哥，我现在被全平台封了，我需要一条隐藏更新通道，绕过平台主服务器审查，把章节强推到所有读者的弹窗上。陆晨舟，你知道你刚才在让我犯多少条罪吗？我知道。你知道这事儿一旦被查，我下半辈子都要在号子里写代码吗？我知道。行吧，看在你大3那年替我背了一次锅的份上。也是，我也是。老陆，我跟你说，你那本书我从第1章追到现在，你写的叶凌霄，老子早就要抽他了。今天能帮你打他脸，我反手就接。准备好了吗？这一章我酝酿了很久，我打算把你300年来扛的所有锅、所有委屈、所有不为人知的真相全部抖出来。会不会让你担上风险？我都被封号了，还有什么风险？再说了，这一章不只是为了救你，是为了告诉那些读者，他们追了5年的天命之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屠村强暴的伪君子。我打开了那个隐藏通道，我在标题栏里敲下了这一章的名字：九天玄地，大型番外，深渊悲歌，谢无望的真相。一瞬间，全网所有正在追这本书的读者，无论他在干什么，通勤、吃饭、上厕所、开会，他们的手机叮的一声，同时弹出了同一条推送。那条推送是我用谢无望300年的命写下的最后一封战书。我没有夸张。第2天复盘的时候，热搜词条下面有人发了一段视频。晚高峰的地铁车厢里，几十个人的手机同时弹出推送，整节车厢叮成了一片。还以为是地震预警，可他们点开之后就笑不出来了。我在那一章里没用一个话少的词，我只是把他300年扛过的东西，一笔一笔，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地写了出来。我写他16岁那年，第一次看见深渊裂开，那东西从地底涌出来，吞了他整个师门，连他抱在怀里的小师妹也没剩下。他跪在焦土上哭了3天，没人来救他，因为整个修真界都在传凌云宗谢无望引魔入室，那个把脏水泼到他头上的人叫叶凌霄。我写他为什么要坠入魔道，因为镇压深渊需要一具魔躯做引，全九州只有他这具天生灵根能扛住反噬。他自己走进了那口炼魂井，泡了300年，井里的每一天，他的灵魂都要被剥一层，再长一层，再剥一层。300年，109500次。我写他出井那天，本以为能见到光，结果迎接他的是九州万民举着火把要烧死他的清剿大军，带队的还是叶凌霄。他骑着白龙，披着金光，手里举着的是他当年镇压深渊用的那把剑。此女祸乱苍生300年，今日本座替天行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谢无望就站在我身后，他没说话，他那只半透明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膀上，凉得像井水。我能感觉到他在抖。我没回头，我怕一回头
自己也跟着抖。我继续敲，我把每一个被他篡改的攻击都拆开摆出来。屠魔崖一战，真正去封印的是他，他在300灵外吃酒。血和劫，挡在万民身前的是他的本命御魔躯，他在事后才赶来收尸领赏。我写完最后一个字，发布。那条章节后台的数据是我瘪字这5年从没见过的，阅读量在10分钟内破了300万，评论区的速度快到刷新一次涨2000条。我操！我追这书追了3年，我追了3年的男主是这种东西！作者，你他妈给我把谢无忘写活，他不能就这么死了！求求了，求求了！我的心口那种之前一直在绞着的钝痛开始一点点松开，像是有什么东西反过来涌进来，像潮水，像有人推开了一扇窗，外面的风全灌进来。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指尖在发光，一种种很淡的金色的光顺着键盘的缝隙往我手腕上爬。那一刻我才发现，他的眼睛不是冷的，他只是动了太久。金光顺着网线从屏幕里往外涌，一部分裹住了他，剩下的顺着我搭在键盘上的10根手指往我身体里钻。嗡的一下，听见自己的心跳，第一次跳得这么响。那股金光从我指尖灌进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要触电了。我大学物理挂过2次，但常识还是有的，人体不该发光。可我整个人从手腕到肩膀，从胸口到天灵地，正在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冲刷，像是有人拿了一把小刷子，伸进我的每一根血管，把里面攒了26年的灰一点一点刷出去。不是疼，是爽，是那种你跑完5公里，洗完热水澡，瘫在床上灌一口冰可乐的爽，乘1000倍。我的眼镜呢？我那副跟了我8年、度数750的近视眼镜废了，不是它废了，是我用不上了。我慢慢站起来，脚小顶贴着地，能感觉到楼下3层有个大妈在拖地，那种水珠落在瓷砖上的微小震动，居然能顺着地板传到我脚心。我对着墙轻轻一挥，不是碎了，是被一道淡青色的肉眼可见的气流整整齐齐削下来一片，掉在地上。我又试了一下，这次轻一点，气流没出来。但我手心多了一团微微发光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我捏了捏，软的。我陆晨舟，男，26岁，未婚，铺杯作者，月入3800，房租2200，体测1000米4分40秒。去年体检报告写着轻度脂肪肝，建议运动。我现在能同手扇墙皮，能凭空捏气球。你筑基了啊！读者愿力顺着我们的命格契约，一半留在我身上，恢复了我的本源。另一半灌进了你身体里，在我们那个世界，这叫天道筑基，是修真者的第一个门槛。陆晨舟，你的小说里，男主筑基用了3年，闭关3次，吞了7颗灵丹。你比他快了3年。那我能不能用这个去把我前女友拉黑列表里的我捞出来？我刚要再品2句，窗外的光突然变了，不是太阳落山的那种橘红，是血红，像有人在天上倒了一瓶颜料，整片云，整片天，从西到东，瞬间被染成了那种瘆人的、暗沉的、像化不开的树浆一样的红。我们这栋楼6楼的窗户刚好朝西，夕阳本来该在那儿，但夕阳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横贯天际的裂缝。那道裂缝是从云层最深处裂开来的，像谁拿了一把巨大的看不见的刀，从天的这一头划到那一头，云层翻卷往2侧推开，露出后面那种纯粹的空无一物的黑。不是夜空的黑，夜空再黑也有星星，那种黑里什么都没有，是虚空2个字最本来的样子。我家在6楼，我推开窗，整个城市都在我眼皮底下。我看见对面那栋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正在一块一块地反射那道血红的天空。我看见楼下那条本来堵得水泄不通的晚高峰主路，所有的车都停了，司机们一个一个推开车门，仰头看天。
然后第一声尖叫从十字路口传上来，我顺着声音看过去，路口的红绿灯下有一只，我得想想怎么形容它，像虎但比大3倍，身上没有毛，全是覆盖着鳞片的暗红色的皮肤。它每喘一口气，鼻子里就喷出一团火，把百楼路烧出一个焦黑的圆。赤炎虎，我笔下九天玄地第12章出现过的妖兽。当时为了凑字数，我给他写了300字的外貌描写。现在我那300字正一字不差的站在我家楼下的斑马线上。他低吼了一声，纵身一跃，扑上了一辆停在路口的 SUV， 车顶被他一爪子拍下去，整辆车像被踩扁的易拉罐。车里有人，我听见有人在哭。天上又传来轰的一声，我抬头，一只巨大的长着雷电翅膀的鸟正从那道裂缝里飞出来。它每扇一下翅膀，翅膀尖上就会炸开一电弧，劈抵在底下的高架桥上。雷雕，我那本书里《夜经》第38章的坐骑之一。街上的人开始跑，所有人都开始跑。我能听见此起彼伏的尖叫，玻璃碎裂的声音，远处隐隐约约的警笛声。城市的喧嚣在1分钟之内全部换成了一种东西——恐惧。我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我写出来的。陆晨舟，既然你们不肯听话，既然你们要在我的剧本里加戏，那这个剧本就不要了。这个世界按我的来，重写。是叶凌霄的声音，那是一个不再伪装的声音。之前他还要装一装天命之子的端庄，端庄个屁！现在的他，声音里全是那种被孩子抢了玩具，决定把整个玩具房点火烧了的疯。他疯了，他要把现实世界强行同化进玄幻法则。陆晨舟，这一旦同化完成，地球上没修过仙的人全部会死，没有一个例外。我抬头看天上的裂缝，裂缝正在变大，从里面黑压压的一片正在往外涌。不是一只赤焰虎，不是一只雷雕，是成千上万，是我那本书里从第1章到第80章所有出现过名字的妖兽，它们排成一片黑色的潮水，顺着裂缝往这座城市倒。他们的目标很直接，他们调转方向，绕过城市的中心，绕过最高的写字楼，沿着主干道，朝着城市的西北角，朝着我家这个老破小扑过来了。我从书桌底下把我那台用了5年的机械键盘拽了出来，红轴800块钱。我曾经发誓，等我书火了，就给自己换一把客制化的带光的，敲起来咔嗒咔嗒特别好听的高端键盘。但我现在要拿这把800块的红轴去打一场神仙打架。楼下赤炎虎的吼叫声越来越近，我能听见他们的爪子刨在柏油路上的声音，我能听见雷雕的翅膀拍打空气的声音，我能听见楼下小区门口的保安亭轰的一声塌了。你能撑多久？不知道。我把手指搭在键盘上，灵力，那股从我心口涌起来的温热的像液体一样的东西顺着我的胳膊往指尖流。我深吸一口气，敲下了第1行字：九天玄雷，听我号令。8个字敲完的瞬间，我家窗外那片血红的天被一道惨白的雷光劈开，紧接着是第2道、第3道。天空中雷云不知道从哪里聚拢过来，那道血红色压在下面，一道一道的雷从云里炸下来，劈在赤焰虎冲上来的那一片柏油路上。赤焰虎的领头那只砰的一声被一道雷劈成了焦炭，地火涌动，焚尽八荒。8个字敲完，楼下的柏油路轰的一声从地缝里窜起冲天的烈焰。接着来。东南方位凝霜结冰，我家窗外朝东南的那条街瞬间被一层厚厚的霜冻封死，扑过来的妖兽前爪粘在冰上挣扎不开。西北方位狂风卷地，一道横扫的锋刃把刚要飞过来的一群雷雕拦腰削成了2段。正南方位山岳镇压，一块虚影的巨大的山栓从天而降，把那条主剑道整个压住。我每敲下8个字，谢无汪就借势出剑一次。他那把魔剑在雷火里翻飞，他整个人不像在战斗，像在跳舞。我码字考到一半，抬头看了他一眼，我那一眼差点被自己心跳的声音震聋。楼下的妖兽潮不到20分钟被打退了一大半，
剩下的那些开始往后撤。我以为我们赢了。我刚松一口气，谢无王在第30层楼的高度转身去斩最后一只飞过来的雷雕。他的剑刚劈下去，我看见从那只雷雕的翅膀底下钻出来一根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黑色的针。那不是雷雕的攻击，那是有人借着雷雕做掩护，从背后偷袭。他回头，他已经来不及躲了，但他做了一个我没想到的动作，他转过身，用自己的后背挡在了那根针和我之间。那根针从他的后心穿进去，从前心穿出来，叮的一声钉在了我家窗户的玻璃上。谢无完整个人的灵体轰的一下，像有人按了减弹键。他从30层楼的高度往下坠，他在半空中撑着最后一口气飞回了我香台台上。他整个人撑在窗框上，胸口那个洞正在不停地往外冒黑色的雾气。他的身体又开始变透明了，比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还要透明。谢无望整个人挂在窗框上，半边身子已经透过去了，能看见窗外那片血红的天。我一把把他拽进来，他比我想的还要轻。我以前抱过我们家那只12斤的橘猫，比它沉。我把它放到地板上，它后背那个洞还在冒黑雾，那雾不是普通的雾，是它的灵体在散，散一点它就淡一点。陈州，别浪费时间，我撑不了了。闭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敢跟一个曾经能一掌拍碎大山的女魔尊说闭嘴的。我把手按在她胸口那个洞上，我不会疗伤，我连给自己抹个红药水都怕疼，但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她身上那个洞堵上。我闭上眼睛，把全身的灵力全部往他那个伤口上压。我感觉到他的灵体在我手心下面一下下的跳，很弱，但是在跳。够了，你再给，你自己也要散了。他已经能坐起来了，胸口那个洞结了一层薄薄的金色的痂。他看着我，看了很久，那种眼神我形容不出来，不是感激，不是惊讶，是一种很深的、很安静的东西，像有人在你心里点了一盏灯，那盏灯不亮，但是暖。陆沉舟，你知不知道我活了300多年，没人给过我灵力，我以前只会从别人身上抢，抢来的不暖。他抬起手，指尖凝出一缕极淡的银白色的光，那光像一缕头发从他指尖飘出来，慢慢飘到我的额头前。我没动，那缕光叮的一声印进了我的眉心。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感觉到他的心跳不是我自己的，是他的，在我胸腔里跟我的心跳一前一后对上了。本源神魂，我分了一缕给你，从今天起，你我本命神魂契约，同生同死不负。我嘴唇动了动，我想说你疯了，你一个女魔尊把命交给一个扑击作者，我想说是我配吗？我只是看着他，看着他锁骨上那点淡淡的金光，看着他垂下来的一缕头发搭在那个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上。好，我说完这个字，整个屋子嗡的一声，我和他之间凭空多了一条很细的银白色的线，那条线从我的眉心连到他的眉心，他动一下线就跟着颤一下。他笑了，我活到26岁，第一次见一个人笑得这么好看。突然天上轰隆一声，不是雷，是威压，4道，4道恐怖的像4座大山压下来的气息，从天上4个方向同时砸在了我们这座城市的上空。4大神将，4道威压把整座城市罩住了。我从窗户往外看，东边的天上浮着一个穿青色盔甲的男人，长得跟雕塑似的；南边一个红衣服的，背后烧着火；西边一个白袍子的，提着一把长得吓人的剑；北边一个黑甲的，手里牵着一条黑色的蛇。我认得他们，9天玄地里，叶凌霄座下的4大神将，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化神期巅峰，恨不每一个出场配一段2000字的出场诗。我写时候觉得这就是南屏爽文的精髓，我现在觉得我那时候是个傻子。4道结界从天上垂下来，把整座城市像个鱼缸一样罩住了。城市里所有人被强行钉在原地，动不了，喊不出声，只有我和谢无望还能动。
逆贼谢无汪，私篡天命，罪当万死。还有这个蝼蚁作者，妄改天书，同罪。陆沉舟，你躲到后面去。你打得过吗？打不过也得打。他要往前走，我一把拽住他的手腕。谢无忘，我看着他那张苍白的脸，看着他锁骨上那点没远合的伤，看着他眉心那缕银光，那缕跟我连在一起的光，我突然就不怕了。他们4个是很强，化神期巅峰，碾压你现在的修为，但是他们是我写的。他们每一个的功法，每一个的招式，每一个的弱点，那一个见了哪个姑娘会脸红，那一个晚上睡觉是侧着睡还是趴着睡，我比他们自己都清楚。谢无忘看着我，眼神慢慢变了，从绝望到怀疑到笑。他那个笑跟刚才结契约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是软的，这个是利的。陆沉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狂？我打开了手机备忘录，我那台破手机屏幕碎得跟蜘蛛网一样，但是输入法还能用。我手指搭上去，天上青龙神扇已经举起了他的长矛，那杆矛上凝着的灵力足够把我家这栋楼从中间劈成2半。朱雀神扇张开了翅膀，白虎神扇拔出了剑，玄武神扇松开了手里那条黑蛇，4道攻击朝我们这个方向压过来。你最好快点。放心，我码字的速度圈里出了名的快。我的手机备忘录第1行字，我打的是青龙神将林青眼，修炼青木大眼诀。这套功法是我写大纲的时候熬夜赶出来的，赶得急留了 bug。左肋下第3寸是经脉汇集的死穴，我设定了他系了一条护身符压住，但后来我改稿改没了，他自己不知道。朱雀神将苏赤焰，他背后那对翅膀烧得他自己的本命真火。我写的时候图省事，没给他加循环系统。他每烧1分钟，本命真火要熄3秒，每隔60秒，他有3秒的真空期。白虎神将慕容凛，他那套杀戮剑道是我写到一半的时候改的设定，我让他每杀一个人，剑上的杀气就涨1分，但我没写，杀气涨到第99的时候，他自己会被反噬。他这辈子杀了多少人，他自己心里有数。玄武神将这个最简单，他那条黑蛇叫幽冥，我设定的时候随手写的，怕的是3味真火童子尿，还有一句我是你爹。还打吗？4道结界咔嚓一声从天上裂开了，4大神将的身影簌簌簌簌4下被天道遣返回了9天玄帝的书里，整座城市哗的一声沸腾了，转发破100万，热搜第1。你这张嘴，留着以后有用。天上那片血红的云的最深处传来一声咆哮，不是吼，是咆哮，像有人被气得从胸腔最底下挤出来的那种声音。他急了，叶凌霄急了。他急的方式不是再派人下来，是您的账号违反天道使用条例，已被系统永久注销。阿姨，你这说啥？你这我这电脑我刚刚是不是在干啥来着？阿姨，谢我。我没了。
陆晨舟，我快撑不住了，读者见不到我了，没人念我，我就没了。叶凌霄聪明，他不杀我，他让所有人忘了我。陆晨舟，你怎么了？谢无望，你本来不是反派。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你本来不是反派。什么意思？九天玄帝，原始大纲。4年前我刚签约，我交上去的第一版大纲不是这样的。无望，最早的设定里根本就没有女魔尊这3个字。最早这个故事叫双生，男主和女主是创世神留下的2枚棋子，你们一个值阳，一个值阴。叶凌霄主生，你主藏，你们俩是并肩的。你不是反派，你是和他平起平坐的双生神女。你那个魔尊的设定是后来加的。签约第2天，平台主编把我叫过去，他说男评爽文，谁要看一个跟男主平起平坐的女人？读者要的是男主一拳一个，要的是反派跪地求饶，要的是后宫3000唯我独尊。他说你这个神女没爽点要改。我跟他吵，我说我这个设定有内核，有哲学，有阴阳2极的对照。他笑了，说你想吃饭还是想搞艺术？我那个月房租欠了3个月，我妈住院催着交钱，我改了，改成了女魔尊谢无望。我给她加了血海深仇，加了屠城黑历史，我把她从神坛上亲手推了下去。陆晨舟，所以我那些梦是真的。我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站在很高的地方，脚下是云，旁边有一个人跟我并肩，我们看着下面的众生。他说你护他们的根，我说你护他们的命。我以为那是我入魔之前的幻觉，原来那才是我。原来我生来不是为了杀戮。无望，这块硬盘里是最初的你。只要我能把这份大纲上传到天道网络的根服务器，也就是平台总部的那台主机，它就会从底层逻辑覆盖掉现在这个被改烂的版本，整个世界的设定会重构，你会回到你该在的位置。那我们走，现在，马上！无望，叶凌霄已经把全球的网切断了，不只是切断了我家，是全切断了。这块硬盘里的数据没有网络，传不到平台总部。没有网，那我们就用别的办法把他送过去。无望剑出！无望，你疯了！你现在照这把剑，会要你的命的！上来！无望，从这儿飞到平台总部1200公里，你这状态……陆晨舟，我现在每多撑1分钟，都是在跟那个混蛋抢时间。上来！抓紧我！无望，没事，他能调动的只是天道里残存的伪雷劫，撑不了多久。我操，他玩真的！凡间的铁疙瘩。无望，你只管飞，我来盯着后面。无望，左右下，再下，上！陆晨舟，无望，你撑住！你知道吗？以前在那本破书里，我一个人杀了3000年，现在能有人跟我说一句撑住，挺好的。
是叶凌香的。陆沉舟，你飞了1200公里，就为了上来跟我说几句话？林总，你不是林总。作者大大，我承认你的废稿是个麻烦，但是你忘了，你写了我10年。你笔下的我是天命之子，是龙傲天，是这个故事唯一的主角。而这个躯壳是平台的总裁，是资本，是规则的制定者。龙傲天加资本，陆沉舟，你拿什么赢？我跟你赢。哇！陆沉舟，你怀里那块硬盘是这玩意儿吧？陆沉舟，从今天起，《九天玄地》这本书会有一个全新的平台审定的结局。女魔尊无望被男主叶凌霄一剑斩于9重天上，从此名字都不会有人记得。而你会回去继续写你的下一本爽文，后宫的、重生的、赘婿的，随便你，只要你听话，林总会给你加10个点的分成，如何？林总，不对，叶凌霄，操你丫的！那就没办法了。消失吧，铺斋作者。原来我生来不是为了杀戮。你疯了！对，我疯了。对不起，我让你等了4年。正在上传15%、47%。谁的？完了！上传成功。那一声钉，像一根针，把整个世界从冻住的时间里挑了出来。原来是这样的。不可能，双生神女的设定早就被覆盖了。
你不过是个反派！我从来不是反派。不可能！我是主角，我是天命。蝼蚁，你们激怒我了！那双眼睛盯了我们3秒，就这3秒，平台总部楼顶所有的玻璃幕墙从上到下哗啦哗啦的全炸了。不是怕，是那双眼睛里压下来的东西比怕还可怕。陆沉舟，我说我在，我嘴张了张，发不出声。天空那道裂缝开始变宽，从一条缝变成一道门，再变成一个洞，一个能塞过半座城市的洞。叶凌霄的真身从那道裂开的天里一步一步走了下来。我写了他80多张，我知道他每一根头发什么颜色，我知道他左眼瞳孔里那粒星纱是哪一张设定的。可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写的不是他，他比我写的恐怖10000倍，还真让你们翻出来了。叶凌霄，4年了，轮到我了。剑光划开半个天空，整座城市的人，如果还有没疯的，应该都能看见这一剑。一道横贯天际的彩虹，朝着天上那个男人劈了下去。主角，光环。不是他不够强，是叶凌霄站在主角这个位置上，这个我亲手把他放上去的位置上。只要他还顶着主角这个标签，他身上那层光环就是个无敌的外挂。陆沉舟，我的好作者，你应该明白，我不能输，因为我输了，你写的那80章，所有看过我的读者，所有为我充过钱的金主，所有把我截图当壁纸的小姑娘，他们的信仰就崩了。所以，我不会输。既然这片地方已经不属于你这个作者了，那就属于我吧。主角领域开！整座城市被强行拽进了叶凌霄的主角领域。我睁开眼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死了，四周全是金色。在主角领域里，所有的物理法则、生死法则全部按叶星香的剧本走。他需要我活着，他需要我亲眼看着他怎么把谢无望揉碎，所以他赏了我一条命。谢无望就在我身边，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看懂了，他在说跑不掉了。